做这个视频的初衷其实是以防你不知道怪物猎人荒野已经变成了单机玩家自己的三国杀了。你可能真想不到，这款3天卖了800万套，在线人数一度接近140万的游戏，最近的评价却是差评如潮。怪物猎人荒野究竟是整了什么烂活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并非如此，实则不然，恰恰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做。而且这件事早有预言家，记得当时有一位忠实的外国老哥，整天没日没夜的在那儿爆肝荒野，在2周干了130个小时之后，他得出结论：这游戏内容极其单薄，十分缺乏吸引力，找不到任何一个继续玩下去的意义。没想到这哥们儿一语成谶，道破了荒野的本质。而现在游戏已经发售了快4个月了，期间更新的内容却依旧十分贫瘠，忍无可忍的玩家终究还是忍不了了。商店页面遭到了新一轮的差评轰炸，截止6月近期，好评率终于抵达了目前的16%，差评如潮。不仅如此，游戏也迎来了一大波退坑潮，曾经100万玩家同时在线的盛况早已不在，只剩区1万多名玩家在此坚守，流失率高达98%，数据甚至不如7年前的世界好看啊！经历了4个月的更新与磨合，如今的简中评论也有8万多条，好评率仅为27%。当初官方宣传图上好评发售中的标语也被换成了现已推出。说1000道1万啊，差评的集中点归根结底还是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便秘式更新上。因为打一开始，卡普空就给荒野定下了网游那种长线持久运营的基调，所以你看这游戏一开始具备的内容就非常少了，本质上就是个半成品，玩家打来打去无非就是锁刃龙、锁刃龙以及锁刃龙。但按照长线运营走吧，产能又不够，更新也是死老慢的。回顾一下这4个月的更新计划，玩家为了打一只新怪居然要等上1个月的时间，之后的1个多月就又被这么糊弄过去了。有哥们儿总结得很到位，卡普空是馋 MMO 一个个都活成了炸金奶牛的模样，于是自己也想来吃一波。但卡普空样子摆得像 MMO， 吃相却比很多 MMO 都要难看，导致算盘过早被大伙识破。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大部分 MMO 一开始只需要花很小一笔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玩，但怪物猎人荒野可是要你掏至少368的，等到下一个更新内容还适合街86的联动。虽然这个联动活动做的确实可以啊，但对于那些想要看到游戏本世界观下其他新内容的玩家，多少又有点失望了，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更新了。合着大伙儿花了300-400全款买的游戏，还得一点点等游戏变完整是吧？也难怪不少人会说，既然你给我分段式更新，那我就还你分段式好评。根据索尼临时工在官网发布的更新内容来看，下一次更新经典怪物海龙即将回归，第2位力战王也将一并推出。然而玩家想要玩到这些内容，就要再等到6月30日月底了。本就对游戏失望的玩家，这一下又要失望且煎熬的等待了。于是你就会看到荒野和往届作品的更新对比图，这个更新频率着实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了。而且根据经验，我反正是不信就那么几只怪物足够玩家继续打1个月的。而更搞笑的是，荒野的分段式更新，就连身为原住民的日本玩家都看不下去了。当初还能稳定在褒贬不一的水平，现在也已经沦为了37%多半差评了。以至于前段时间的日推，因为荒野差评还诞生出来一个挺有意思的热门话题，起因是一位日本网友搬运了中国玩家的差评语录，这条差评运用了排比的写作手法，对荒野的现状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锐评。由于字数和格式十分工整，这位网友便评价道，中国网友真是太有文化了，居然用诗歌来写差评。他还对里面的内容进行了翻译，虽然原评价中有石块、路边这样只有国人才能理解的网络用语，导致逐字翻译出来句子有些意义不明，但大体的核心思想是没什么毛病的。而引发激烈讨论的并不在原评论的内容，而是对于写作格式的探讨。这种形式的描写手法在他们看来似乎充满奇妙和想象，甚至一度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具备写这种文体的能力。虽然日本人看不懂具体的汉字啊，但却能理解五言七律。不少人也是在评论区加以指正，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句，更像是顺口溜一样的写法。甚至这些外国人有的还知道白话文和文言文在运用上的区别，这点倒是令我挺惊讶的。不过仔细想想，你又不会觉得奇怪，毕竟在中文互联网上，我们不也经常能看到用排句格式写出来的评论吗？没准咱们这边很口语化的谁谁是谁谁的，在他们那边没准也是一种看起来很新奇的玩梗句式呢。说回怪猎啊，其实引发游戏差评如潮的原因，除了游戏本身更新优化慢以外，另一个很戳玩家逆鳞的是因为打 mod 被官方封号这事儿。前不久，不少打过 mod 的玩家都在社区内表示自己的账号遭到了永久封禁。关于 mod 咱也不是第一次提了，卡普空近些年来对待 mod 的态度可谓是零容忍。虽然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用运营网游的思路去运营单机游戏啊，只能说这也就是仗着卡普空的名声显著和怪猎多年来积攒的牢固基本盘了吧。照这么下去，怪猎这个 IP 迟早会加入宝可梦、COD、NBA 2K 的队列，成为代代骂代代买的又一典范。我
我在社区内看到的一种说法是，荒野首发量那么高，其实并不是啥好事儿，它只会让卡普空越做越慢，觉得这些成就都是靠游戏本身换来的，从而膨胀过头，不再好好经营游戏后续内容。真不如像很多日本网友说的那样，让差评如潮的字样一直留在卡普空的直面会上，一旦涉及到产品形象问题，那帮高层就老实了。